我是赵康，欢迎来到 T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赵怡翔议员、陈婉慧委员、蓝轩小姐、王宏伟委员、柯志恩委员、唐湘龙先生。哇，今天上午这个台中这个星光三月气爆，它11楼、12楼好像整修啊什么东西气爆了，但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完全不清楚，可能是不是挖了瓦斯管啊，碰到啊，然后火花等等哈。45秒哈，这个有4个人被炸飞出这个11楼哎，你看那个多惨，就力量有多大哈？那整个楼都是白烟啊！这种东西有人就运气好，有人运气不好嘛。不好在那个地方，运气好的时候本来要上去的，结果说到下面买个东西啊，因为买1送1啊，就救了他一命啊。那钢筋水泥也都散落在马路上啊。那另外呢，这个像灾难，你看里面像灾难片一样啊，非常的一片废墟了啊。那它的商品啊都被炸飞了，电梯也震垮了，电梯也都垮了。那另外呢，这个瓦斯外泄哦，所以呢说这个房屋啊很惨啊，可能被那整层都移平了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外面都是消防车的声音哦，然后在一地的人说爆炸声也非常大，这个真吓死了哈。原来说5死了，后来说有1个救回来了啊，所以呢现在是4死20伤。所以重大伤亡机制被启动了哈。卢秀燕开设了2级灾害应变中心啊，我看到很多其他的县省都问他需不需要去援助了哈。有6个检察官到现场去搜证。那星光三月的高层从台北已经赶下去了哈，总经理啊什么好像都去了哈。那这个检方在路边相验，令人很鼻酸啊，就路边就看这个怎么死的啊等等哈。那另外呢，最衰的是一家7口啊。到台湾来旅游，哦，这一家7口里就2个就死了，对，然后呢，一个2岁的小孩还在插管这个急救抢救中哈。卢秀燕说，因为星光三月在市政府旁边了，所以市政府都感到震动，所以那个有多大的力量哈？那消防局是说初判说是不是12楼在拆卸装潢怎么会爆炸呢？一定是碰到这个管线了啊，这个瓦斯的管线啊等等就很麻烦嘛哈。所以呢，这个百货公司也停业了哈。然后，因为工作人员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们看一下状况。百货公司外面1楼现场一片狼藉，地面全是玻璃碎片，还有好几面大型外墙炸到百货公司外面，甚至马路上都是。马路几乎都被外墙和枝叶占据，车辆都卡在半路上，没有办法通行。事发现场还有人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警消到场，在马路上赶紧对受伤的民众实施 CPR。台中市西屯区的星光三月12楼美食街，在13号上午11点多发生气爆，还有民众从12楼被炸飞，消防局出动37辆车，86人到场救援。截至中午12点半，1名男子已经明显死亡，另外有6人受伤，5人没有生命迹象，送往医院急救中，还有2人受困电梯。很大声的震动，我们那时候第一时间以为是地震，然后后来发现说不是地震，因为有碎片从那个电梯的那个上方全部都掉下来。然后我刚走楼梯下来的时候，是每一个楼层的那个电梯口下面都有那个碎玻璃，对，每一层楼都有波及到。警方也赶紧在现场架起3角锥和封锁线，也赶紧疏散百货公司内的民众，还有外面其他人，请大家不要靠近，以免发生危险。来，宏伟。我想今天这个气爆，很多人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影片，其实真的非常惊人啊！它是整个从那个楼层整个的爆开来，有人说宛如是恐怖那个活动哈，就是好像有那个恐怖攻击的现场一样。那这个样的一个气爆发生，当然第一个我觉得他的死伤是惨重的哦。那所以当然这个卢秀燕市长还有团队马上就2级开设。那这里面还有包括就是周边的交通的问题，还有接下来的安置问题。那我们还是诚心的希望啊，那个逝者能安息，那伤者能够早日的恢复。那当然，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也看到，蒋万安市长立刻在他的脸书，因为他立刻有打电话给那个卢秀燕市长，第一个致意，而且说如果在救灾上面哈有需要台北市来援助的话，会及时的来支应。那我觉得这也给所有的这个，尤其在各都会里面有很多的像百货公司也好，大型商场也好，
就是有关于公共安全呢，大家还是要高度的重视。像这个星光三月可以算是台湾的百货公司里面的佼佼者了，它不是，对，它并不是一般的这种什么小商场啊，说你施工啦，什么会乱七八糟啊，会出现一些就是这些重大的公安问题。可是，即便是星光三月发生它这样的一个装潢的事件，都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伤亡，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警惕的。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觉得大家都高度的关注啦，哈。那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就是有一些绿营的侧翼继续的拿这件事情来做一些操作。那我直接说，譬如说他那个选区的立法委员就叫廖伟翔，那廖伟翔因为他当时人就在附近。好，那所以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因为他车子也在附近，所以他就到达现场去做了一个直播。那这个直播呢，他当时直播之后呢，立刻就有一些这个酸民或者是网民就开始骂他，说你不要作秀啦，你开什么直播啦，你这样子只是在妨碍救灾。那其实，如果你从那个直播画面来看的话，第一个，他完全没有，就是说他也没有把那些救灾的人员，去干扰他们救灾也没有在那边去阻碍交通，他只是让大家知道，就是作为一个选区委员的关切。那我觉得大家不要到那地方去。对，他也是提醒大家，你如果你还没有注意到的话，这个时候不要到附近来，因为附近大家看到一片狼藉，而且呢，很多都是正在救灾，正在那个就是消防人员正在救人的时候，所以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悲剧。那但是呢，我相信台中市政府也必须负起责任来，去好好的检讨，怎么会有一个施工的问题造成这么大的灾害？那当然，我相信台中市政府会很快的去跟台中市民来做一个解释跟说明。不，基本上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我自己是工程师出身嘛，就是说，就是那个施工的细节还是很重要，台湾在这边还是不够。因为这是比较大的事件，百货公司啊，这个死了这个好几个人哈，爆炸啊，那个声音很大，你才能看到很多时候路上那个怎么运那个什么各种气的车，也很危险的路上，要不然有的就后面搞一堆铁柱啊等等，就挂个小小的红布条，那很危险的，后面车万一不小心上去，整个就这个车毁人亡哈。还有在高楼上什么起重机啊什么哈，上次以前也调查过，我们在信义计划区哈。就那种都是，我还是很粗糙了。就是说，对公安的问题，我们重视还是不够啊。星光三月像黄伟讲，你算不错了，但是呢，就是因为他是要分包出去嘛，他不是他自己能做，他一定是包给这个，包给那个哈，然后一包接一包，一包接一包哈，那个细节问题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啊。来自。对，这其实是一个今天台湾最大的一个公安事件那当然会感到非常的一个遗憾，特别是对那个澳门这个，他们是3代来台湾，就差那么30秒，而且他们不是要去星光三月，他们是隔壁的大圆柏，就这样经过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一个惨状所以说这个其实让我们也觉得非常的伤心那诚如刚刚洪伟有特别提到大家当然会反映出一个所谓的公安事件，反正每一次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大家都会有些检讨那这未尝不是一件未来大家可以加强的事。像以前的公安事件，就让我们现在百货公司很多堆积物品，因为一些的事件，现在大家都清楚了，这也是一种改善。那我觉得这一次我有特别关注这个，因为卢秀燕市长在第一时间当中，他几乎让记者问到很清楚，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目前做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这些死者伤者做怎么样处理，他在第一时间其实是交代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所以在资讯的透明度下面，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是比较是有所察觉的。那当然我们开始也要讨论到这个所谓的一些监管单位，因为做这些事情的话，你必须要考虑，你要提出申请，你要考虑到这个蔽体是否它可以跟你这个危害可能的这些管线的问题。那到底这件事情在星光三月在审核或在相关单位审核的时候，是不是未来还有改进的空间？我觉得是这一次的公安事件当中大家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反省不过我也呼应这个洪伟刚刚所提到的，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廖伟翔立委他就在旁边，可是呢后面有一大串的一个酸言酸语，然后呢这些也变
变成很多的梗图，我们马上就接收到，然后我们这边的很多的侧翼有开始是转发，你要说当网红啊，你是变成廖记者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蓝绿之间现在已经发生这么大的公安事件了，不管包括新北、台北，大家就对于这个台中市长就表达出慰问之意。这个时候呢，何苦大家对于这样一个资讯上更多的一个传播，还要用这个方法来做彼此上的对抗？这样子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还是以救人为第一，然后死者安息，然后最重要的是未来的公安，我们怎么样做到更好？我觉得这才是当务之急。来一讲。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刚赵大哥说的完全没错哦，就是为什么台湾我们这些公安意外是不断在发生。其实事实上，这个是要通盘检讨的，这应该不只是台中的一个问题哈。其实甚至于，我想台北可能未来是不是也要通盘检讨，说百货公司在装潢，尤其是涉及到这个瓦斯管线等等，是不是应该要更加的谨慎，甚至于更高的标准来处理哈？所以我是觉得说，常常我们遇到这种事情，事后这个遗憾的事情发生之后才出来检讨事实上，我觉得全台湾应该都要主动去思考，可以如何确保未来像这方面的一些公安意外不会再发生。但是刚刚提到一些政治的议题，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些不是在此时此刻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啦。说实在的，就是说。到底说有没有立法委员去直播？到底下面去留言什么？我觉得这都不是重点了，重点还是说，希望现在中央地方大家可以联手起来，共同提供必要的医疗资源，提供必要的搜救资源，而且共同来检讨确保未来不会有这方面的公安意外再度的发生。南轩。我觉得当然就是目前为止的话呢，台中在今年初跟去年底是全年大火，它的仓储在大堵，大家不要忘记9个人死亡。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当然第一个时间一定是救灾为主，第一个时间避免政治口水。但我觉得他也真的是要去了解一下，就是说是不是在一些消防上面，一个是呢施工单位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因为呢像是全年大火，它是正在做新建厂，所以里面说什么焊接工程怎么样啊，所以导致了就是说类似像爆炸，然后逃避不及所以很多外劳啦、本劳在里面都是这个样子。那这边这个百货公司又是一个美食街，那我就觉得，尤其在百货公司是人潮聚集的地方。你说今天幸好是在周间，幸好是在早上，你说如果到了晚上美食街是不是人更多？然后呢，如果是周末的时候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更加的严重了。那但也不要忘记，就是在前2个礼拜，新竹县的这个远东纺织，那它是工厂，所以我觉得工厂然后建地这部分您就比较好像比较容易发生意外，百货公司发生意外，我觉得这个几乎是很少听到的那我刚刚也讲，就是说在台中前后几个月之内就有2起，就到底是呢在这个消防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己本身在进行工程的过程当中呢，不够周延，或是说呢像是原纺，他后来发现呢，其实他的消防安检通通都过了。为什么呢？说管线老旧，而且它储藏那个对，然后还有很多东西储藏太多了。对，但是问题堆积这件事情，其实在消防安检会是项目之一，所以它项目之一是它过了的。所以它为什么过了？然后但是总是会发生意外。那所以呢，对于这个台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一个可能就是施工单位的问题，一个就是在安检部分是不是有做到确实的问题。但不论如何，我觉得就是去年底到今年初才光的1-2个月之间就3起，而且都是有人死亡。今天的现场甚至就是说，刚刚洪维说像那个爆破现场，他是到了那种就有看到人躺在街道上，到这样的画面直播起来是这样，就是真的你会觉得哇，这个看起来是真的会觉得非常的痛心的那尤其刚刚讲到说，澳门一家7口，2个长辈都过世了，还有一个最小的2岁的小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就是在第一时间，目前台中市政府反应的非常的及时，但是到底这个原因部分有没有共通性，还是纯粹的个案？我想这些部分包括可能我刚刚讲的新竹县，所以也显然的不只是台中市，所以这份真的是非常值得要更深入的去了解啦，否则的话呢，今天这个美食街的状况，万一发生在一个比较热闹的时间点，真的是难以想象。基本上这个就是你整体的，它不是台中新竹，是整体的那个水准。我举个例子，我以前这个做工厂保养什么，有一个工厂老板跟我讲，他大概是中部嘛，他们本来要跟德国合作的，他到中正机场把那个德国人接了到车里面。开到台中的时候，那个德国人说：“我们回去吧，我不跟你合作了。看你们的交通状况，我知道你们的水准就是这样子，回去了就不合作了。所以你从交通，你从各种状况，你就知道说这个国家，其实到任何国家，你是要站机场出来看看那个交通，你大概这个国家的水准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虽然在进步中，还是有很多细节，很多人真的很多人不守规矩然后就冲出来抢道什么都有就表示你不要多嘛。”
你那个只要这个群体里面群主这个公班里面1、2个给你不小心烟给你乱丢或者是什么，你就完了。而且这几起其实都是业界里面的领头羊对，对了，我讲因为元芳、全联、星光三月，就是你那魔鬼藏在细节里面，你细节不注意。波音多大的公司啊？波音多好，对啊，你看它里面发生多少问题啊？就一下再回来。我看乌克兰这个情况不妙昨天晚上我一面运动在跑步机上快走，一面看 CNN 全程转播美国国防部长在 NATO 在这个北约的演讲。乌克兰的代表坐下面呢，英国是主席，他就讲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你们认为说想要恢复乌克兰以前的国土的 border line，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川普这当然不是他，是川普的意思啦。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秉承川普的意思。川普呢说已经跟普丁通过电话，而且呢同意展开俄乌战争的停战协商。那要在哪里呢？那现在还大概沙烏地阿拉伯，可能沙烏地阿拉伯，就是说可能在德国的会议，也可能在沙烏地阿拉伯另外的会议了哈。那川普跟普丁也跟泽伦斯基也通了电话了然后呢，说呢，谈了一个小时半，美俄排除乌克兰，他们两个就排除乌克兰，我们两个谈好就好了。乌克兰是很多战争在乌克兰那边打乌克兰死伤也不少人呢，就是说美俄，我想到台湾，不要将来美中谈好了，你台湾就 out 了，你台湾什么哪有重要？因为你也不谈嘛，你只有说我谈，我很主动谈然后你提出一些。这个 proposal 提出一些规划，你通通不谈呢？那美中是你不谈，对不对？我们谈呢？自己谈呢？会不会这样子？希望不会了。但是看着乌克兰看起来被丢包了那川普说，俄国跟乌克兰的头都希望和平所以要在沙烏地阿拉伯跟普丁见面然后呢，这个美国国防部长我讲昨天就在这个北约演讲，要恢复原有的边界，旧的边界。是不切实际的，乌克兰必须要放弃幻想。那乌克兰现在还想的说，你俄罗斯退兵或者我占了你俄罗斯一部分地方之后，我跟你领土换领土普丁当时说 no， 什么跟领土换领土？我们加强把我们领土收回来换什么东西所以呢，这就很麻烦那当时呢，德国总理呢梅克尔就劝乌克兰，你不要想要加入北约，不利的。俄罗斯他已经最后了，他一定会动手。我经常觉得说这些政治领袖很奇怪，明明知道，你判断也知道会有结果，非要干不可。哈马斯不知道去偷袭以色列，以色列会报复，以色列从来都是报复的，而且赶尽杀绝的报复你非要去搞他一下，然后现在搞得自己很惨。乌克兰明明知道你参加北约，俄罗斯一定会动手，他不可能不动手嘛？你在他家旁边弄，他是不动手呢？就像那个时候，俄罗斯想在古巴搞飞弹，美国也不会允许你，在我家后院搞什么呢？对不对？那他非要搞不可那结果一定是这样子但是知道结果这样，还是非干不可然后呢，川普说让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不实际的啦，而且呢，他也不可能收回所有的国土了。就看起来就跟那个国防部长讲话，是他指示他的啦。我觉得现在国务卿什么国防部长都听川普的，都很年轻嘛，50岁左右。儿子辈的人，川普家做什么就做什么了那川普这个暗示说泽连斯基还快下台了，因为呢他还说这个乌克兰在某个时间点要举行新的选举你泽连斯基干多久了？你还继续干因为去年就应该选了，因为打仗所以戒严所以呢去年没选。川普就你刚讲了好几次了，要选举了，意思就是你会下台了。民调泽连斯基刚打仗的时候，民调90%，现在只有50%了，掉了快剩下一半了。你看，人都是厌战的嘛，你搞久了以后就不耐烦了。美国也是这样打越战开始大家也觉得很好，到最后那个很惨那个总统那所以呢，那乌克兰有人说要比照台湾关系法，说美国会保护台湾，这回是不解。乌克兰跟美国是有邦交的，我们是美国把我们丢弃的，没有邦交才搞个台湾关系法出来。怎么他有邦交搞个什么关系法这个很奇怪，这个倒果为因呢，我觉得本末倒置了那另外呢，
克里姆林宫也说不可能什么领土交换领土了，哪有这种可能？不可能了啊！然后呢，这个他们要在沙烏地阿拉伯谈，但是我刚讲慕尼黑德国，他就要开始启动了。美国的副总统、国务卿都会去哦，那这个泽伦斯基也会去，所以换句话说，你们先在那边谈谈看吧。好，我们看一下。周三清晨，俄罗斯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飞弹空袭，造成1死3伤。Щоб повибивали в нас вікна і двері. Все іспорчено. 乌克兰人因切盼望的和平露出一线曙光。美国总统川普证实，他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90分钟的电话。We had a great call. I also had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a very good call after that. And I think we're on the way to getting peace. I think President Putin wants peace, and President Zelensky wants peace, and I want peace. 川普接连跟乌俄两国领袖确认彼此都有和谈的意愿，川普也会亲自见普京。He just told reporters in the Oval Office he believes that will be happening likely in Saudi Arabia, but said that a location is not set yet. 普京甚至邀请川普访问莫斯科。This is something that marks a dramatic shift in U.S. policy. Vladimir Putin absolutely wants to be sort of removed from his isolation on the world stage, and Donald Trump, he believes, can help him do that. 打铁趁热，川普本周五先派副总统范斯、国务卿卢比欧在德国慕尼黑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为和谈铺路。Трамп поінформував мене про те, що йому сказав Путін. Віримо, що сили хороша, розмова детальна. Я вдячний президенту за щирий інтерес до наших спільних можливостей. 乌克兰愿意谈，但是川普却先帮他丢出筹码了。They've been saying that for a long time, that Ukraine cannot go into NATO. And I'm okay with that. 乌克兰不止加入北约，希望破灭，恐怕还得割地换和平。But we must start by recognizing that returning to Ukraine's pre-2014 borders is an unrealistic objective. 赫格塞斯就认为，如果乌克兰坚持拿回已经被占领的克里米亚跟顿巴斯，恐怕会让战争没完没了。香龙，这个世界接下去的变化，可能就在川普和普丁的这个通话之后，会天翻地覆。两个人虽然大家不过就是寻常两个大国之间的领导人通话，不过里面玄机很多。那第一个就是说，这对台湾或者对大陆来讲，这个通话背后都有值得警惕的地方。从台湾的角度，就是台湾应该看到了乌克兰曾经有非常美丽的自我编造的幻想，以为自己能够突破地缘政治或者大国政治的各种的限制，以为呢他可以放心大胆的相信美国追求他自己的国家目标。即使众人皆曰呢，其以为不可，认为呢，在一个俄罗斯呢和欧洲的环境里面，不可能存在一个让乌克兰能够为所欲为的空间，但是乌克兰就是这样做了。2014年，当颜色革命之后的那2年，几乎所有地缘政治的专家，基辛格也好，梅克尔也好，或者是现在我们常听到就是米尔斯海默也好，都警告俄乌战争一定爆发，但是没有人相信，但它就爆发了。今天2月13号，再过11天，3周年，死伤惨重。乌克兰呢失去了20%的领土，认为这个样子就可以停火了吗？不可能，俄罗斯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俄罗斯现在要的已经不是乌东4州。我认为既然今天美国已经呢上了桌，虽然美国上桌是很奇怪的，因为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除了给予军援之外，形式上面美国没有一兵一卒在乌克兰战场当中，你凭什么代表乌克兰来谈这个和平？就是要谈俄乌的和谈，为什么是美国代表乌克兰？那欧洲国家在哪里？联合国在哪里？不要说乌克兰在哪里，中国又在哪里？中国今天作为大国，虽然不是一个欧洲国家，可是乌克兰过去呢，声声呼唤，希望中国能够更积极的参与。可是中国在这件事上非常谨慎，就是里面水很深，一不小心呢，你就可能陷进去了。所以中国到现在为止对俄乌战争的终局处理呢还没有表态。可是回
回想，这不就是美国另外一个始乱终弃嘛？10年前的时候呢，不断的怂恿乌克兰，乌克兰做什么都可以，发动了颜色革命。上个星期我们在热烈讨论的 USAID。你看到 USAID 里面呢，国际开发署里面呢，所有拨出去的钱最多的就在乌克兰。钱一卡关的时候呢，乌克兰哀鸿遍野，90%乌克兰平常我们以为的独立媒体，任何盖自己头上冠上所谓的独立的、民主的、公民的帽子的那些团体，每个都有鬼。你看到乌克兰90%的独立媒体 BBC 说呢，那90%的独立媒体马上断吹，搞了半天呢，原来他们过去这么长时间的所谓的独立呢，不过呢是靠美国供养的。那美国把乌克兰呢推上了火线，10年之后呢打不下去了。今天换了一个领导人之后，要乌克兰认输。乌克兰呢就只能够就现状的承认自己的挫败，现状还不一定啊。一旦照这种方式分割，乌克兰再也不会是乌克兰了。好，那现在呢，俄罗斯现在呢，美国川普呢跟普丁通话，通完话之后呢，再把他们谈的内容呢转告呢给泽伦斯基知道。这跟呢中美之间的高层会晤之后，然后我们在殷期盼呢，美国国务院呢会再跟我们做一个报告，那有啥不一样？换句话说呢，人家都已经谈完了，再告诉你呢，我们所谈的内容。对于台湾来讲，你在面对到乌克兰今天的惨况的时候，对台湾的处理不会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可是对中国来讲呢，必须要警觉什么？不只是普丁呢跟川普的通话，而是他们接下去下一阶段的见面呢，可能是在沙烏地。在沙烏地呢，除了川普一直跟沙烏地的王储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那他的川普1.0，2017年川普刚上任第一次出访呢，就是到沙烏地。沙烏地是舞刀弄剑的热烈呢欢迎川普。虽然这几年的沙烏地的立场呢就有相当的偏移，跟中国的关系保持不错，可是这一次如果普丁跟川普真的挑沙烏地，它就有另外一层含义，因为这3个国家，美国、俄罗斯跟沙烏地是全世界的3个大产油国，3个国家站在一起之后，占全球产油量80%以上。这3个国家坐在一起的话呢，他们是可以决定油价的。川普现在希望油价下来，我认为川普今天讲到沙烏地，他不是偶然，他除了要顺道呢把乌克兰问题简单处理之外，他在看油价，他要把油价呢打下来，他要开始呢全面的开采呢，就是说呢化石能源，这是他的另外的一个盘算。但是，一旦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中国就被边缘化了。中国要如何面对到今天2025年川普的当选，但是今年同时也是中俄之间呢领袖呢会共同互访，因为今年是抗战胜利的80周年，反法西斯胜利的80周年。5月份呢，习近平呢一定会到莫斯科，8月份的或者9月初的时候呢，普丁呢一定呢会到北京访问。在这么复杂的关系里面，台湾是会被边缘化的。台湾不要认为现在好像每件事情跟自己没有关系。乌克兰的事情结束了之后，下一个就是台湾。川普之所以要把油价压低，因为如果他要加关税，他们说美国会通膨嘛，那我油价这个下降，对美国人来讲，油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